接下来这组要 PK 的2位是 Kid 和王小利。先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去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他讲了很多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今年他决定，不讲故事了啊，决定和大家分享他的想法。掌声欢迎 Kid。大家好，我是 Kid。大家好，非常喜欢大刀的表演，但我今天带来的还是传统脱口秀啊。过去1年一直在演出，前两天演着演着收到一条观众的私信，问 Kid 今天演完可以 SD 见一下吗？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什么意思？Stage door 问你能不能在演职人员入口和你合个影什么的 SD。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啊？想半天给人回过去一个，行，有机会我们山东见吧。SD， 因为我们现在观众太年轻了，我的私信里还有很多说 Kid 啊，刚毕业很迷茫，不知道老家和大城市哪里好。这个问题，以我浅薄的经验，当然是大城市好啊，是吧？我在上海才会听到，实在不行回老家吧。我从来没有过在我苏北老家听到过，实在不行去上海吧。你知道这个话出现在我们县城，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病啊，实在不行去上海吧。我是18年带着辛苦攒下的1万块来到了上海，来了发现在这里生存比我想象的困难。首先你从县城来，你对上海就没有概念。我当时租房跟中介说的都是，我想找一个3室1厅，精装修，人民广场附近，预算在2000以内。中介也挺幽默，说小伙这房我们这儿是没有，你那个不行去乐高看看呢，乐高。看1天看上了一个2500的隔断，我说还行，还剩7500。中介又笑了，说上海押1付3，2500押1付3，1万。我攒了那么久攒下的1万块，来上海1天花没了。那一刻怎么说呢 ？Just like magic。哦，这么个魔都是吧？这么个魔都，咬牙租了，我说也不能灰溜溜走了呀，没钱用，我这只能变卖一些以前买的球鞋、潮牌衣服。日子越过，衣柜越空。有天打开衣柜，我都绝望了。我说这是没灰溜溜的走，怎么要光溜溜的走了呀？怎么净身出户了呀？最后撑下来了，没有回去，因为我知道老家也不是100%安逸顺利，老家有老家的困境。大家这2年总在说大城市牛马惨，有人关注过县城牛马吗？做6休1，没有社保，想换也换不了，那工作都是父母隔了好几层关系给你求过来的，压根没有跳槽的概念，你就在这槽上躺平一辈子。是吧？最关键的是你在上海当牛马，老板还只会让你干活，你在老家当牛马，每天都有亲戚逼你配种啊。我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得用上海牛马的话术应付苏北牛马的活。人生大事你得放在第1位。我说收到。你得分清轻重缓急。我说好都好都。你得赶紧结婚，赶紧把孩子生了。我说最晚下周给你。家里也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什么。有个说法叫县城婆罗门，意思县城是种姓制度，那些资源都被各大家族企业垄断了。小刘爸爸生产，小李爸爸出口，小孙爸爸做账，小赵爸爸查账，是吧？几个爸爸组成一条 deadline， 是吧？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大，每天都是以万为计量单位的。而我爸每天的生意，那计量单位就不仅有万了，还有饼条，是吧？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婆罗门，有些人生下来就缺一门。所以对于家里没有背景也没有慢慢的我们来讲，也是被迫留在大城市的。没有背景就只能北京，没有买卖就只有伤害。
反正不管你去哪儿吧，咱普通人在哪儿都不容易。咱们的人生处处是苦海，要不然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在说要上岸呢？我只是觉得你选择完一片苦海，你就别管别人在怎么说了。经常有人跟我，他也没来过上海，就跟我说上海不好。我说你去那儿干啥？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我特别不理解这句话，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有钱人难道不是在哪儿都是乐园吗？是吧？就算那真是有钱人的乐园，这也正是我从县城来的原因呢。乐园，那最需要的就是工作人员嘛，是吧？咱们就是赚钱来了。有钱人在哪儿，钱和机会就在哪儿。因为在有钱人的眼里，钱是万能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拿钱干什么莫名其妙、你理解不了的事情。很可能明天就有一个上海富豪说：“哎呀，这每天睡前就想听人在床边给我讲点谐音梗呢，怎么上哪儿找去呢？”我立马拍马赶到，我说：“大哥，您还上哪儿找啊？这不有个现成的吗？是吧？”他们又说，在上海生活的人都冷漠孤独，这确实是。但我觉得咱们得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冷漠也就意味着咱们的所有在上海发生的所有的困难都是自己解决的，是吧？你在上海都能活得下来，你就不会死在其他地方。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是吧？每天咱们不还照样在这儿上好班、做好事、拼好饭吗？是不是？它会拉高你被困难打倒的影响的阈值，因为困难它不会一个一个来的，非常有可能有天60岁的我躺在床上醒来，发现在同一天父母离开，老伴儿也走了，子女也不管我，上网一看又延迟退休了，是吧？我在上海生活过，我也能保持那种松弛感，我会做的第一件事也是，那先搞杯咖啡喝喝吧，是吧？我觉得更不要说孤独了，孤独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在乎你，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生活。你看安福路那些人，他就在那晒太阳，要是在老家这就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好逸恶劳，在上海这叫 gap。就是在上海就有这种魔力，你在上海你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一摊，你就感受这个上海滩，是吧？罗老师又受刺激了。没有人在乎你什么工作，结没结婚。我那个房东奶奶70岁了，没生没嫁。有回过年我没回家，她给我做了年夜饭，我当时很感动，喝了点，跟她哭诉，我说父母怎么压抑我，亲戚怎么挤兑我，同学怎么嘲笑我。她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用很上海的方式安慰我。她说：“哦哟，穷地方都是这样的啦，穷地方。”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因为这2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离开了上海，这其中包括我的心理医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行，在这儿太焦虑了。好了，我还劝了他半天，但是他很厉害，因为他从决定到搬走只花了3天。所以我就想祝福所有想离开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也希望咱们决定留在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说不走就不走的理由。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大师官看了一下，谢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来 ，Kid， 锁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感谢 Kid。谢谢。Kid 刚才也说了，之前其实，在上一季的，在去年，你更多的是分享的你自己的生活故事嘛，包括工作、家庭等等。对。然后这是本季的第一次，然后上台选择感受式的，是为什么？我就是想说，好像这个是这2年大家的一个在纠结的想法，可能很多朋友丢了工作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好像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是的。其实，在哪儿生活都有哪儿的好，也都有哪儿的难啊。对。Kid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选手，然后今天我也听得很开心，全程都在笑，然后最后少了一眼，我觉得今天3灯差不多够了，因为不是他最好的状态。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别不高兴啊，我刚才还有一点
突然还有点难过了，就是怎么了？在这个舞台上管那个谐音梗的人不在了，你们这么放飞的吗？罗老师又受刺激了。净身出户 deadline 只有伤害，建成的吗？上海滩。谐音梗对人类一直都有巨大的诱惑，对创作者有巨大的诱惑，因为它快啊，所以我听得也很开心。但是就刚才就想啊，这么多谐音梗，然后就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对，没什么别的。我刚才听这一段，我的感受跟罗老师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 Kid 已经可以进入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叫怎么演怎么有。作为脱口秀演员，他需要一次表演完成那个艰难的跨越，就是以后我就无比的自信，我可以一往无前。特别为 Kid 高兴，我明白他等到了这一刻。然后这段表演它本身内容特别好，好在他塑造了2个 Kid， 一个是苏北 Kid， 一个是在沪漂的 Kid， 而这2个人始终在他体内在缠斗，在挣扎，在彼此的给对方鼓劲儿。当我在上海混不好的时候，苏北那个 Kid 告诉我，其实你可以回来。他们是彼此互相给对方力量，所以那一刻其实我是一边听着笑得很嗨，但同时内心有一些小的酸楚，因为你明白有很多人正在经历什么，就他们不是一生下来就在上海或在北京，所以他其实讲得非常的棒。是的，谢谢鲁豫老师，谢谢。Kid 呢，他是给你特别生活化的细节，包括他在说那个红条腕，在说上海阿姨对他的那个安慰。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打动我们的，因为它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或者相信这个事儿。而且 Kid 其实不管是留在上海还是回老家，怎么都挺好的。你爱的桂花香还是蚊香，只要用美团闪购嗖的一下都可以到家。再次感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大家。要和 Kid PK 的这位朋友王小利，他对世界的认识很锐角，但是他的表演淡淡的，也是一位新人，他值得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来。掌声送给王小利，欢迎。Hello， 大家好，小丽 ，Hello。我今年45岁，一直没有结婚。我每次我说我不结婚，别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我就是那种从小到大没有幻想过穿上婚纱的人。婚纱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勒得慌，实在是被人问烦了，我就说：“哎呀，我条件差，不好找。”他说：“你条件不差呀。”我真的吗？你说说哪儿不差？他这个聊天嘛，你难为我干啥？但是不结婚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就他们现在问我都不会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他们会直接问你小孩读几年级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就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年满10岁的孩子。我都不需要虚构太多信息，我只需要说成绩好就赢了。你小孩读几年级了？4年级，成绩啊也一般。虽然年纪是第一，但放到整个成都市来看的话，不过是个第3名。一般说到这儿，就没有人会继续问下去了。没有人想分享别人的成功，他们甚至怕我想继续往下说。还有人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会给自己虚构一个老公，因为我觉得虚构一个小孩很简单，但是虚构一个男人太难了。我虚构的太好了，别人不相信；我虚构的太真实了，越虚构自己越生气。我没有办法虚构一个真实的好男人。后来再有人问我老公，我就说算了，别提了。他们就认定我有老公。
虽然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身边同龄的朋友都结婚了。3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会在我面前炫耀，说自己过得有多幸福。我说你带2个孩子这么辛苦，怎么会幸福？他说虽然辛苦，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给他们做饭，送他们上学，接他们放学，做饭，辅导功课。当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他们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我心想怎么可能？到后来我发现他没有撒谎，因为有一次我一大早起来赶飞机去外地开会，开完会演出，演完出又开会。当我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幸福。人在辛苦劳动之后休息，就会觉得很幸福。但是没有孩子也可以很辛苦啊。有个工作就行，用工作代替孩子，不光可以辛苦，还能赚钱呢。你拿到钱的时候，还能真的幸福。还有朋友早上6点就起来给她的老公和孩子做饭，然后拍照发到群里面，大家都在赞美她、羡慕她，但是我没有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醒。所以他就艾特我说，他说我这种有老公孩子的幸福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我终于醒了。我看了一下群里的信息，回了一个刚醒。我心想6点就要起来做饭，那不是7点就要起来吃？感觉他们一家3口的觉还没有我一个人睡得多。很多人都觉得不结婚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哪怕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别人还是会说你苦日子在后头。我是不知道还在多后头。直到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和她老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俩突然吵起来了，我一下愣住了，感觉回到了原生家庭。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她说她老公停个车都停不好，还能干点啥？她老公说她是个神经病。我心想都是因为我不会开车，他们才吵起来的。我要是会开车就帮他们把车停了呀，我要不要去学个开车呀？想到这儿我觉得不对，我又不是8岁了，所以我转头对我朋友说，你们离婚吧，我跟你。后来我跟他说，你以后别带你老公了，我受不了夫妻吵架。他果然不带了，只是每次一坐下就开始骂她老公，感觉她老公不在，但是又无处不在。每次都哭着说她要离婚，一哭好几年又不离。原来离婚这事儿她只跟我说了，没有告诉她老公。当然她有时候也会关心我，跟我说，哎呀，老师我是在倾诉烦恼，有点不好意思，你有什么烦恼也可以跟我聊聊啊。我没有烦恼。但是我意识到我得有。因为烦恼就是我们友情的投名状，我只好虚构烦恼。我说我跟我妈吵架了，她说我也是，巴拉巴拉巴拉，就把话题接过去了。我心想，幸好她方方面面都有烦恼。她要是真的关心我，那我就露馅了呀。前几天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烤肉，其中一个朋友非要等她老公来了才能吃，其他人也说好啊，等他一起，反正现在也不饿。我心想，来的路上不是都饿了吗？怎么闻到烤肉香就不饿了呢？我想反对，
又怕别人觉得我一点饿挨不了，延迟满足能力太差。大家都知道，延迟满足能力差的人将来肯定没出息。但如果我再不吃饭，就没有将来了。我想走，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为什么别人都忍得了，我忍不了？我是不是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不对呀，我怎么一边挨饿还要一边反省呢？我应该反抗啊！等老公，等什么老公？为什么要等她老公？她老公又不是我的菜。我的菜已经上了呀，凭什么不让我吃？所以我站起来说：“你老公怎么还不来呀？他是不是你虚构的呀？”以前为了合群，我要虚构小孩、虚构老公，甚至虚构烦恼。但是不合群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我身边就只有我，没有人知道45岁还没结婚的人该怎么样。那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反正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榜样。谢谢大家，我小丽。太酷了，太好了，我这来顶啊！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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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啊，这是新人，新人啊啊，王小丽，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太棒了！哇，小丽少女，小丽少女。小丽，你是在之前有过很多的线下演出吗？我说脱口秀有6年了。哦，然后频率呢？表演频率？一个月演几次吧，因为我这个年纪也不能演太多，而且成都也不需要这么努力，感觉。啊？就是演一演也能活，就是不用太卷，就是。刚才春春专门又有点不相信的补充的问了一句，说真的是新人。对，哇，怎么这么优秀啊？完全不觉得。对这个舞台的驾驭，对和游刃有余啊。对，好棒啊，真的好棒。我是玉米。啊，那必须的啊！我好多年前就给你投了好多的票。谢谢谢谢。那个时候还是短信投票。那是你唯一的烦恼，对不对？当时感觉哇，我要李宇春加油啊！好棒。哎，大老师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一种演员特别神，他跟开了天眼似的，他能看见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件事儿，但是你就熟视无睹。然后他经过的时候，他就全看眼里，全记心里，全记在对耳段子里。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人说天赐的声音，这是天赐的眼睛，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但是你每天都能看见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谢谢谢谢。当他那么胸有成竹说出我没有烦恼的时候，我全场炸，我觉得那个特别棒啊！而且很神奇的地方是，你感觉他的每个想法都很刁钻古怪，但实际上全是符合常识的。对，是其他人不正常，他特别正常，从头到尾都是极其正常的。他其实把那个偏差感达到了极致。是。他那个其实有点，我觉得在听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脑接受的一波又一波的轰炸。那个轰炸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日常的东西，但那个日常它就有点像那个《皇帝新装》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鲁豫姐同时拍的那个点是你老公又不是我的菜，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就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可能不会有一个成年人在桌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话，说我饿了，我怎么去改掉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对，就是他的这个话特别像一个小孩说出来的话，但他无比的对。对，太对了啊！他把那层窗户纸直接不是捅破，是扯掉。对。
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因为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生活就是应该呈多元化的样态。你要知道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大概去年，我有时候会在线下组织观众来看电影。有一次电影结束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当时说太生气了，说旁边坐着几个人，有一个对不起是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特别兴奋地指着我说鲁豫为什么他已经不年轻了，这个年纪了还能做那么多节目来主持节目？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老公，没有孩子。啊，其实我完全能够相信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后来我其实在回想，如果我是一个男性主持人，他一定不会讲说他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因为怎么样。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限制和桎梏当中，你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如果你不选择更主流的那个生活方式，可能会面临的某种困境。所以他能够以那样的方式讲，刚才我其实内心受到特别大的鼓舞。如果我更早能够听到他这段讲话的话，我会觉得更有底气，所以我会觉得非常棒。是的，谢谢。小丽，刚才你说你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你要来这个舞台来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会有焦虑或者压力、紧张感？我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挺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欲望就是有点脑子里面的欲望有点多了，有点患得患失了。我感觉我要上节目了，完了这个万一红了怎么办？哎呦喂，必须得火啊！那就不能每天逛公园了，你知道？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患得患失，然后当时去三阳参加开放麦的时候，状态又特别不好。然后有一次开放麦，我在下台的路上，我就开始责怪自己。我说你怎么回事？演了6年了，就是演个开放麦还演不好。就那一刻，我一下就惊醒了。我说，哎，王小玲，你怎么在责怪自己呢？因为我的人生很少责怪过自己，因为对。当我开始责怪自己的时候，我一下就惊醒了。我想，我的身体已经陪我做了那么多事了，他陪我去演专场，还来上海参加节目改稿子，不断的改稿。他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要责怪他？你不应该责怪他，你应该爱你的身体。哇，真的太棒了！说的有点想哭了都。小丽姐太帅了，小丽老师简直，我跟你说，这种心态是一个会行走的梦，你知道吗？希望在下面的表演当中，我们能听到你这样的分享。对，因为我觉得灵魂在身体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爱自己的身体。加油，小丽！太厉害了！我要多问一下袅袅老师，你的评价？我觉得特别喜欢，因为其实从创作脱口秀的角度来说，这个话题并不新了，所以还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是特别准确的，然后才能以这么平实的方式还让大家这么的接受。对，我觉得因为他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不是觉得他是因为你们想听我想讲，而是他讲出来的时候，你非常的相信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只是站在那里讲述他的想法，就非常的有吸引力，非常的有说服力，非常的有魅力。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在这边搞这，今天演的也特别好，非常为你高兴。太棒了！谢谢海源老师，你以后不能自由了逛公园了。谢谢袅袅，谢谢海源，也谢谢小丽的表演。我们请 Kid 来到台中。厉害！先来看一下校团给出的支持率 ，Kid 30，小丽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 PK， 获得胜利的是。我觉得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如果有什么没做到的，就是能力不行。其实我在后台还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你就好好演，我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厉害啊！非常的接近。王小丽282票 ，Kid 260票。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舞台上，小丽姐的天真就是被放大了，那种又天真又真诚的小观察，就是让人非常感动。我觉得小丽姐这个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生动解释，也许答案就在你脚下，但是我们往往看不到脚下那一步。但小丽姐真的用她很平淡的语气，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个小丽姐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简单的力量。王小丽282票，我们要祝贺王小丽顺利进入到晋级区。有人要给 Kid 了，给 Kid 啊！哇！咱们俩就留一个，要不然我来吧。好，主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把什么事情都延迟的一个习惯，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向小丽学习，就你感受到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觉得 Kid 这一季一定会有特别好的表现，所以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谢谢。那我再等等。对，你再等等，春春。好的，鲁豫的等等灯给了 Kid， 所以祝贺 Kid 进入到晋级区。谢谢鲁豫姐，谢谢春春姐，谢谢。Kid 本来我也想给啊，因为 Kid 实在太优秀了，所以我觉得 Kid 要非常值得那个灯啊！我支持鲁豫老师给 Kid 啊！我都没想过有人会给我拍灯，很开心嘛，很谢谢鲁豫姐。太好了，我们一起定了，太好了。